终于明白为什么他们会不顾一切的疯狂就是了。再也刚刚看到一些令人震惊的经济数据，赶紧分享给大家。这些数据表明，中国经济或许真的面临大崩盘，情况远比我们之前想象的还要严峻。先来看看最新公布的9月份经济数据。国家统计局公布，9月 CPI 同比只增长了 0.4%， 远低于市场预期的 0.6%。更吓人的是， PPI 同比下降了 2.8%， 跌幅比8月份扩大了整整1个百分点，创下6个月来的最大降幅。这说明啥呢？说明中国经济正面临着巨大的通缩压力，实体经济已经陷入深度衰退了。再也给大家解释一下， CPI 只涨 0.4%， 意味着老百姓的消费意愿极其低迷，大家都没钱花了，都在捂紧钱包过日子。而 PPI 降幅扩大到 2.8%， 说明企业的生产成本在不断下降，但产品卖不出去，只能不断降价促销。这是典型的产能过剩、需求不足的表现。更可怕的是，这次物价指数的下降，连带着食品价格都开始下跌了。9月份的非食品价格同比下降 0.2%， 这是15个月以来首次转负。大家想想，连吃饭都开始便宜了，这说明中国经济已经到了什么地步？再来看看其他数据。9月份，新能源汽车价格同比下降 6.9%， 燃油汽车下降 6.1%。汽车可是支柱产业啊，现在都在打价格战，这不是要命吗？服务业也好不到哪去。9月份旅游价格由上月增长 0.9% 转为下降 2.1%， 飞机票价格更是暴跌 14.1%。这说明啥？说明老百姓连出门旅游的兴致都没了。有分析人士指出，中国现在面临的是持续的、系统性的通缩压力，这可不是靠印几万亿、发几张消费券就能解决的。现在的问题是，国内需求严重不足，企业没有利润，银行不敢放贷，老百姓没钱消费，整个经济陷入了恶性循环。那么，当局打算怎么应对这场危机呢？再也发现，他们好像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你看，国家统计局在解读数据时，还在说什么国民经济运行延续稳中有进态势，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？都这样了，还稳中有进。更可笑的是，财政部长蓝福安在10月1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，抛出了一堆所谓的财政增量政策。他说要发行1万亿特别国债，安排1.2万亿额度支持地方政府化债，还要拿出一大笔钱补充6大国有银行的资本，听起来很唬人是不是？可问题是，这些钱从哪来？不还是要靠举债？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已经高达100万亿了，再借1.2万亿有什么用？这不过是饮鸩止渴，把今天的坑填上，明天的坑就更大了。更何况，这些钱根本不是用来刺激经济的，大部分都是用来填补亏空、发工资、还利息的。这哪是什么经济刺激啊，分明就是在输血保命。再也认为，当局现在的做法就是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。他们想到什么就做什么，表面上摊子铺得很大，实际上却是左支右绌，捉襟见肘。这种做法能救中国经济吗？我看悬。说完经济数据，咱们再来看看股市。这几天中国股市可谓是风云突变，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啊。10月9日，A 股3大指数突然暴跌，上证指数单日跌幅接近 3%， 创业板指更是大跌超过 4%， 这可把不少人吓坏了。要知道，之前股市可是连续暴涨，一路上冲到3400点附近，结果呢，一天之内涨了1个多月的全都吐出来了。更吓人的是，据彭博社报道，在国庆长假后，国际对冲基金卖出了创纪录数量的中国股票。
数据显示，有3/4的对冲基金在疯狂抛售 A 股，他们不仅除清了多头仓位，还增加了空头仓位。这说明啥？说明聪明钱都在跑路啊。那么是什么让这些金融大鳄们如此恐慌？在野认为，原因很简单，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实在是太差了。刚才我们分析过的那些经济数据，国际投资者们当然也看得一清二楚，他们可不会被花言巧语给忽悠住。面对这种情况，高层急了。你看，10月10日，央行突然宣布推出一项新政策，允许证券公司向央行借款，甚至可以用债券、股票资产做抵押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说白了就是鼓励机构加杠杆炒股啊。但是这种做法风险有多大？大家心里没点数吗？现在中国有150万亿的居民存款，如果大量资金涌入股市，一旦出现挤兑，整个金融系统都可能崩溃。更可笑的是，同一天，央行和财政部还宣布成立了一个联合工作组，表面上说是要协调政策，实际上呢，不就是要印钞票买国债吗？这不是赤裸裸的无毛印钞吗？再也给大家算个账，中国银行业总存款300万亿，按年化2.5%的利率，每个月就要支付6000亿利息给储户。这么多钱从哪来？不出去投资消费，税收和就业怎么办？那些吃皇粮的人工资、退休金从哪发？所以啊，现在的局面是骑虎难下。想用股市来救经济，但是一旦股市崩盘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你想啊，这几年光是大学毕业生就有4000多万，现在都快熬不下去了。如果再来个股灾，那不得天下大乱。有分析人士指出，这次是孤注一掷，几乎没有退路了。一旦失败，很可能面临严重后果。为什么？因为内部的矛盾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，各方势力都在虎视眈眈。现在的权力格局其实已经在动摇了，但是这种做法是在拿老百姓的钱来赌博呀。你看，现在股市里涌入的资金很多都是普通人的棺材本，央行的根本目的就是用老百姓的家底来给国有资本高位套现。更可怕的是，这波股市动荡还会影响到楼市。现在不少人已经开始恐慌性抛售房产了，大家都明白，再不卖，房子就真的成了包袱。说到这里，再也不得不提醒大家，现在进入股市的散户们可要小心了。历史告诉我们，牛市恰恰是中小散户财富流失的最主要通道。你看到的繁荣，90%以上都不属于你啊。有专家预测，如果这次刺激失败，中国可能会滑向明斯基时刻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整个金融体系崩溃的临界点。到时候，不光是股市崩盘，整个经济都会陷入萧条。最后，再也想说的是，中国现在的问题根本不是靠印钱刺激股市就能解决的。真正的问题在于体制。只有真正放开民营经济，改善对外关系，中国经济才有希望重新崛起。但是现任领导人会这么做吗？恐怕很难，因为那样就等于否定这些年的所作所为。所以大家还是要做好准备，未来的日子可能会更难过。有分析指出，当前中国的经济困境根本原因不是钱的问题，而是政策的问题。这些年来，一系列国进民退、共同富裕的政策，把民营企业打压得喘不过气来。再加上对外关系紧张，把对外贸易的路都堵死了。这才是中国经济衰退的根源所在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中国当前在政治、经济、社会等各方面的治理正面临巨大的挑战，已经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。尤其是近年来的政策调整和反腐措施，打破了许多长期以来的行政惯例，导致各级官员的工作积极性受到影响。既然没有了上桌的机会，
很多人都在袖手旁观，都在等着看笑话。这种内部的不稳定，无疑会进一步加剧经济的动荡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高层最担心的可能不仅仅是经济问题，而是经济危机会不会引发更大的政治危机。如果经济持续下滑，失业率居高不下，社会矛盾激化，会不会导致权力结构的重大变化？这恐怕是他们最担心的问题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里。如果你觉得这期节目有收获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、转发给身边的朋友。咱们下期再见。